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乔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和婚姻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的少。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不要等待，拿出勇气去爱。大家好，我是珊娜。柏拉图说呀，真正的伴侣呢是灵魂上的伴侣，而不是形式上的亲密。大家好，我是雷鸣。在婚姻当中，做夫妻容易，做好夫妻同时做好父母挺难的。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需要里应外合，你品，细品。好，我们细细的品啊！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牛先生，33岁，来自河南；个体董女士，36岁，来自河南，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认为你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当然是他父母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不但没给我们任何帮助，还处处拖累我们。我老公还处处维护他，我真是太委屈了。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父母就是这个情况，他也是知道的，现在却各种抱怨。难道我作为儿子能不认我的父母吗？面对现在的困境，你有什么解决方法？我没有，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想努力挣钱，我真的没有精力去应对他的各种抱怨。他现在就是一副躺平的态度，我真不想跟他过了。我听了一下，好像最大的矛盾就是因为公婆的问题，是吗？你说说，怎么这么大的委屈呢？前几年吧，他妈妈摔断腿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从结婚到那个时候吧，一直都是经济很困难。那时候刚好有大宝的时候也正在盖房子，我就往我娘家借了点钱。盖房子的话，它是就是那种阶梯式的，就是你要买水泥啊、沙子呀，一点一点的给他。当时我大宝小，那时候才2岁多，我全职带他嘛，在家那时候走路也不稳当，我说要不然老姑这样吧，我把钱你保管着吧。谁成想他妈摔断腿了，不跟我商量，偷偷帮他妈垫付了医药费。当时那个房子盖的可慢工程，我想着这边我妈本身摔着了是吧？这边肯定着急啊。本身我媳妇儿带着儿子在家也没空去照顾我就搁这拿点医药费，知道吧？你可以去孝顺你的父母，是不是？我不阻拦，但是你不能说拿我借我小姑的钱，你自己私自不跟我商量，你给你妈去垫付医药费，是不是？连吱一声都不带吱一声的。这个钱本身也有我去借的钱，知道吧？他就一口咬定是从他小姑那儿拿的钱。但是他妈交的有男朋友，他妈妈怎么有男朋友？我们不是我父母本身都是离异状态，知道吧？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父母都已经是离异状态。你爸妈妈是离异，对。但是我感觉我母亲交的男朋友跟我尽孝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吧？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一直就没有怎么再联系过。为什么我就对他一直有气？就是没有怎么联系过。有事儿了，为什么就找上我们了？有事儿不找你们找谁呀？那他可以完全告诉他那个男朋友，男朋友可以帮助他呀。他这逻辑就不对。这是家里人，那是外人呐。这是直系亲属。那他天天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再跟别人生活，我觉得这个责任我不应该负。最触及到我底线，那个工程款他不是结不上了吗？这不能延误工期啊。然后他没跟我商量，私自把我的车给我卖了。当时他回娘家了，我跟他打一电话，我说我这车要卖，我说不行，人家要钱了，但是他好像也不愿意，我说不愿意我也得卖。妻子，那我问你啊，有比卖车更好的方法去填这个窟窿吗？没有。在他就是跟他妈垫付医药费，捅了这个窟窿，他再来卖我的车。就1万块的窟窿的，我能不生气？不，就差这1万。不，可不是差1万，差10来万呢。所以剩下那些窟窿不是因为他给他妈妈垫医药费而产生的窟窿但是就差那1万块钱，这个工程就不能继续下去。我知道，他另外那些钱花在哪儿了？那还是房子上。我刚才听着你对你婆婆意见特别大，你怎么对她意见那么大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矛盾。那个时候生老二的时候，我说让你妈过来吧，我行动也不便，来照顾我。
他说我妈工作请不来假。我也跟我妈说了，但是我妈新找了那个，她那个也有个孩子要生孙子，我妈拒绝我了，我都没好意思跟她说这事儿，知道吧？但是我妈一拒绝我之后，我2个眼泪都下来了。你当时眼泪下来是啥？是因为你妈拒绝你？对，我喊我妈，她没来，知道吧？但是我上去，我不敢跟我媳妇儿说，知道吧？你觉得你妈帮了外人，没帮自己儿子是吗？自己的孙子对，不因为看，照顾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家也就我自己，等于是。行，然后哎，那你生老大的时候，婆婆伺候月子了吗？生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妈来了，但是他们闹得很不愉快，就没法说，知道吧？生老大都别提了，我跟你说，一开始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一直都是说你判给你爸了，跟我没有关系，一直就是这样说，没有说很激烈的争吵，但是我心里肯定是对他有意见的。当时我妈说归说，我们结婚，我妈该管还管，冰箱、彩电啥的，装修啥呀，她也管。妈妈离异的时候您几岁啊？大概17、18岁吧。但是一开始就他这个，这是妈妈该说的话吗？那也是更伤心的，不他就应该是儿当子吗？着我的面他就这样说。跟你，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真的是。他不也都管了吗？结婚给你们钱了吗？钱也给了，但是就是我妈就是意思就是你俩别全部指着我，就是你跟你爸也要点儿。但是可能我妈就是可能学问不高，就当着我媳妇儿的面说了这事儿。老大坐月子的那个时候是来伺候了，伺候啥呀？那是。压根儿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卫生就是那个碗都是沾手的，尿布他洗了一大堆，那都是晾在屋里，不见阳光的那种晾在屋里，因为我们家房子比较大。我说你去窗台外面找，阳台上找个有阳光的地方暴晒，需要杀菌，说过人家也，好，就这样也同意了，但是说依然还是我行我素，他就跟我觉得跟一个演员一样。这个卫生这个情况，我是不是也跟你说过？跟我说了，我也跟他说了呀。但是我老不在家，知道吧？就是他们俩就单独在一块儿，但是好多矛盾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俩发生的。我为什么说他像个演员一样？我说你看，都快出了满月了，你要不那个啥吧？你不是请了一个月假吗？你这都来这28天了，你要不回去该休息休息，在这儿照顾我也挺累的。你这2天休息休息，谁知道人家一扭头，人家哭了，跟他儿子打电话说：“我赶他走了，不让他在家生活，不让他在这儿住。”他当时说话的语气绝对不是这样。我妈那人我知道，虽然说他那个有时候说话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你要和气生的跟他说，他绝对不会这样。为什么让他走？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妈老是看手机，看手机那个声音很大。月子里你想吧，孕妇是需要静养啊，小孩又睡不踏实，有一点响声，他就会哭会闹。我就是没法休息，所以我就婉转的找了一个，就是我说你要不回去休息休息，你看这么多天了，你也晚上白天的也挺累的。我就你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么说的吗？他绝对不是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哎，我客观的说一下，你看啊，你刚才所有描述的你婆婆给你照顾月子的细节，我听起来不像在描述婆婆在帮你的忙，哎，特别像是那个月嫂。对，哎，你去说一下她的卫生打扫的不干净啊，你说一下不要晾在这儿阴干，你给我放到外边阳台去。哎，你这影响我睡觉，特别像说月嫂。其实我有跟他商量，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但是他就说，你再忍一忍。就1个月是我想着，1个月你也坚持坚持，对不对？到时候我给他送走不都行了？就是1个月都没坚持了。月子愁这个事儿，真的在每一个女人心里面啊，都是一个打不开的结，过不去的坎儿。接下来再说，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你对你婆婆的意见非常的大？她有自己的私心，主要她妈，她想再成家。就人家说嘛，人往高处水，水往低处流。她嫌我们穷，不想挨着我。那我17岁，我妈都离婚了，有没有还不能找个对象吗？对吧？我不有没有就是你妈妈，除了那次说拒绝了你不过来了之后，还有什么你觉得让你很伤心的事儿吗？别的我觉得也没啥，平时就是我管她，就是有时候之前盖房子借钱干啥了，她也拿，我妈也拿点儿。你现在每天开大车在外面对吧？那这他一个人带孩子，带俩？他一个人带孩子。那孩子生病的时候什么的，有没有人搭把手什么的呀？上次肺炎，我想着我带着老大去住院，不行，让你妈过来看着老二。
人家就压根拒绝。我想着回来你再跟他吵，我也怕我妈拒绝我，知道吧？所以我连喊也不喊。我想着本身，其实你内心最害怕的是你怕你妈再拒绝你。对，我也害怕她拒绝我。因为在生大宝的时候伤过老人了。对，就是你觉得婆婆对你们的婚姻生活没有一丁点的帮助，反而是累赘。对，然后你说公公也是一样的情况，他更不是个省油的灯。哎呦我的天！来吧，那公公怎么不省油的灯啊？刚开始那会儿不是盖房子吗？他家里不就他自己盖房子需要贷款，但是他爸说得好，就咱爷儿俩这也没多少钱，到时候一起奋斗，把难关渡过去就行了。肉烂自己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那说的那就是画大饼。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他爸也没见他一分钱。当时盖房子花了有40、50万吧，可能我掏的有30多，我爸也掏了有10、20。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房子都是我们2个盖的，但是后期呢，盖房盖到最后也没钱了，我爸也出去借钱。他的意思就是我爸掏的少了，当时我爸说的就是这账一块还就没还，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也就是说，你爸爸到外面借钱帮你们盖房子。我们家一共2院，我住一院，还有一院等于是我爷爷留下来的院，本身。等于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媳妇儿都在这个院住，这个院当时也盖了，是我盖的。那边那个院要盖就花可多钱得是吧？那个院大等于是，但是那个院是我跟我爸一块盖起来的那个院，但是出去借了好多钱，就是他回家拿了点儿。这不将来也都是你的吗？你一个独苗，是这意思吧？对，是我独苗。照他说是他的，现在还有一个又出幺蛾子了，啥？说是贷款，我们爷儿俩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谁成想房子盖好了。人家又找老婆了，他担心的就是这个。爸爸一个是要找丈夫的，一个是要找老婆的。爸爸找了这个老伴儿有啥影响呢？现在村里分的什么福利都有他的，不应该吗？你老公的房子有没有你的？他的父亲娶了另外一个老婆，合法的妻子，有他合法妻子应有的财产，娶老婆都有钱。一开始我真应该给他录音，给他录下来。他说爷儿俩很简单，他看中的是什么？以后的遗产指望不上了，我就要现在的财产。他爸爸娶了新的老伴儿了之后，对你们这个小家庭，或者说让你觉得最不爽的事儿是什么？不管不顾。说清楚，不管不顾啥意思？对，更离得远了，压根就不联系，几乎不联系，就是见面了就不带说话的。你们不是在一个屋檐下住吗？他在那个院住，反正都是在一个街上。本来在一块住的，他俩吵架。吵太狠了，我都劝我爸，我说不行，那边也盖好了，你就搬到那边住吧，省得也住在一块儿。你跟你公公为啥吵？是因为就是在我大宝小的时候，2岁多的时候，你看我小孩小，他出去上班一出去都是1天。那天中午5月份，我记得可清楚，有点热哈，我做了大盘鸡，他在屋里看手机，吹着空调，开着灯，我一手抱孩子，一手做饭，给我热的呀。当时我也没心情吃了，刚好有一个电话说我取快递，让我取快递，快递到了，我说我要不然取来快递再吃吧，刚好饭也烫，我也吃不下去，我取来快递大概有15分钟、20分钟那个样子，回来了，一片狼藉，啥都没有了，我肯定要质问他呀，我说你看爸，我这个饭还没吃了，你都吃完了，直接人家。把那碗盘子都给你摔了。他估计说的也不对，他当时绝对不是跟我爸这样说的，他肯定说我做的饭你凭什么吃，绝对是这种语气。是天天你做的饭他都吃了不给你吗？还是这么多年就这一次？就这一次我爆发了，因为以前我就做饭，反正是他老是不刷碗这个毛病让我特别受不了，不刷碗不刷锅，老是在那水池子里放。就是公公的生活习惯不太好，对吧？对，而且他那个洗衣服，他的内衣老是扔到洗衣机里，那个洗衣机是我们共用的，又不是你属于你一个人的。洗完脸那个头发那个水渍，你稍微收拾一下，是不是？你是个公公了，是不是？你今天的诉求是啥？你说。我诉求就是他不要跟他父母联系。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不让我跟我妈就是连发个信息都不行，断绝关系吗？他就是这意思。因为一联系我就知道他妈要不就摔断腿，要不就是他爸上次因为糖尿病住院，就
就是负担来了，我不想让他再联系。妈呀，父母养你一场，老了生个病，你就嫌弃他是负担就不管了，为此断绝关系。你有没有父母啊？你妈摔断腿你管不管啊？你爸糖尿病你不给治是吧？就这么说你爸妈，你妈断腿不许管啊？你要跟他管我就跟你离婚，你爸糖尿病不许管啊？管了我就不跟你过，这样女人还要啊？女生如果她现在没有办法做到我不跟我爸我妈联系，那你要怎么办？那我就不跟他过了。你确定不过了是吧？对，好，我们大概基本事实也听得差不多了，然后两个人的诉求也搞清楚了。我们先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第二组嘉宾啊，小李和小张，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感受或者感想，或者建议都可以说。我先说吧，我还是有一点站姐姐的，就是为啥？因为我感觉这姐姐她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无非就是嫌弃这位哥哥在大家和小家的面前，他先去顾虑大家而不顾虑小家，因为想这姐姐她毕竟自己带俩孩子也挺辛苦的，是吧？各种事，比如孩子生病啊或者其他问题都没有人帮她，其实姐姐内心她也是很压抑的。那我感觉再怎么着，那都是亲生父母，你直接断绝关系，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太好吧。确实，我有一个思想的反转过程。刚看到开场的小片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婆家孤立无援，遭遇到了委屈和不公正。这一个丈夫不作为，面对着婆媳矛盾，一味地偏袒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但事实从你们刚才两个人的描述，争吵一览无余。我问这位丈夫，开大车很辛苦，养这个家很累，您的钱都是交给妻子的吗？对，只要要我都给。因为这里，你们的婆媳矛盾和他原生家庭的关系有个特殊性，他的父母当年是离异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虽然说离婚对孩子的爱不能离，但是成年以后，由于父母离异，他们要去追寻各自的幸福很正常。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家庭，妻子通情达理，她知道丈夫的不容易，但你因为你是婆婆，你就应该怎么做？你就应该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来照顾我。哪套法律写的？这难道是本分吗？这是情分。您在这样的一种无理取闹，他忍不住的。只不过您拿捏了他嘛，他喜欢你嘛，他顺从你嘛。您对这样的男人，你还要如此的把他往悬崖上逼，你是把整个婚姻带到了悬崖上，并不是说我此刻要指责你，而是真的为你好。两个孩子的小家庭，丈夫辛辛苦苦开大车赚点钱，都在你这里，还要怎么样呢？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所以最后一句话很简单：对自己公婆的生活，我们表达尊重；我们小家庭的生活，我们自己打理，我们自己幸福。我不太想多说这个妻子，我其实想说一下丈夫。我觉得你是始作俑者，你是真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老婆今天在这儿敢理直气壮地说你妈腿断了就不应该管，你要管了我就不行，你得断绝关系。她敢说出这句话，是你这10几年给她的底气。你知道为什么这10年你妈不来看你们，自己找男朋友过日子去了吗？来干啥？看你老婆脸呀？来干啥？这儿子有出息吗？能给妈出口气，能给妈撑个腰，能给妈提供一点点的好生活吗？人家把你养大了，到现在了，你们听起来还像吸血鬼一样，就想着说，哎，我婆婆要找了男朋友，生病就应该跟男朋友要钱，跟我们要钱不行。我公公这个娶了媳妇儿，那钱将来万一成那个媳妇儿了，不给我们呢？你想过爸妈把你养得这么大，你提供给你父母什么吗？如果将来，妻子，你和你未来的儿媳妇处不来，你说我眼不见心静，我跟我老头我们俩关门过日子了，你们愿意怎么过怎么过吧。然后你回头生了病，咱都有老的时候，都有病的时候，你儿媳妇跟你儿子说，你不许管这个老女人，
因为他没有管我们，没给我们钱，没给我看孩子，断绝关系。你受得了吗？来，咱们换位思考，你今天年轻30多岁嘛，你有没有60岁的时候？你有没有80岁的时候？你儿媳妇说这句话，你受得了吗？所以别老想着自己那点利益。父母如果人家自己有了新的生活，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对吧？人家生病了，旁边有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在照顾着，给你们省了很多麻烦，你还不敲锣打鼓说妈，你赶紧去追寻幸福吧，咱赶紧掏点钱省点事儿。我这孩子还小，我没工夫照顾您，咱出点钱，这才是人之常情啊，这才是有情有义，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做的选择。我最后说一句啊，我不跟他说了，他是你惯出来的。你要想让日子以后过得太平，你的儿女将来给你一个好脸，你从今天开始做个响当当的男人，一个撑得起脊梁骨的儿子，一个撑得起家的父亲。你把你家的底线和原则树立起来，你要立不起来，你就老年跟你妈下场一样，没人疼没人爱没人理的。到时候你什么像你妈这指望男朋友给她出钱，儿子都不出钱，找个2婚还没结婚的男朋友出钱，开什么玩笑呢？这整场听下来，我就一个感受，我就觉得男生太可怜了，爹不疼妈不爱，老婆也不心疼，还专往伤口上撒盐。你让他跟他爸他妈断绝母子父子关系，今生今世不要再来往，你不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吗？你有想过他的感受吗？肯定你从小是在这种爸妈的吵闹声当中成长起来的吧？对。所以他们2个人那个时候选择离婚的那个时间节点，就是说，哎，你正好成人了，我们2个人赶紧一拍两散，各自寻找幸福。所以在他内心深处，他最大的痛是最后全世界没有人要他了。当他看着他自己的亲妈去照顾一个素未平生的一个人的孩子的时候，都宁愿不管他自己的这个亲儿子的时候，你说谁更难受？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爸爸、唯一的妈妈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他呢？他这边想求妈妈的爱，那边想求爸爸的爱，最后给到他的都是白眼。你这个时候还不去安慰他，不去告诉他世界上还有我，还有咱们的孩子，而一遍又一遍的在伤口上撒盐。你那个爹不是个爹，你那个妈不是个妈，难道他自己心里面不痛吗？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你对这个男人的爱。我说这个男人太可怜了，他长期在外面跑大车，想必孩子跟他也不亲，他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啊。老婆每天跟我闹，嫌爹妈不帮忙。妈妈，我好不容易打个电话遭到了拒绝，我下面那个电话我打都不敢打。他不是不敢打，他是害怕再次被拒绝。你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你的要求是断绝关系，那你说在他心里，其实这个断和不断有区别吗？没区别。他现在就是一个爹不疼妈不爱的孩子了，人家都忙着组建自己的新的家庭，忙着疼爱别人的孩子去了。断不断有区别吗？没区别。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件事给他做实了，必须要向全世界宣布，告诉你啊，你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告诉你啊，你看看你爸你妈做的事儿多过分，告诉你啊，你爸你妈就是这么不爱你。你非要把这事儿给他搬出来，告诉他为什么。所以我觉得给你们最好的建议，不是说什么断了关系，是真的你们2个人重新去寻找爱对方的这种感觉。如果真的没有爱，就散了吧。要不然你们说出的话真的句句是刀子，扎在对方的心上，你只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一点儿感受不到爱，甚至会觉得你是我这个世间最大的仇人，非要把我那些心里面的最痛的地方扎过来，我的软肋全部亮给你看了，但是最后刺向我的却是我最亲密的那个人。我问一下啊，你考虑过离婚吗？考虑过。你考虑过自己没有收入，离婚以后可能需要跟妈妈那边要很多钱吗？我离婚了，我自己有手有脚，我也可以去挣钱。你的2个孩子多大？一个8岁，一个5岁。你打算带哪个走？带着老2走。这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下，就是你的孩子如果在8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了，你觉得你的孩子可怜吗？就是觉得可怜，一直忍到现在。注意啊，他们的可怜不是因为他爸爸做错了什么，不是因为他妈妈做错了什么，
是因为他妈妈讨厌他奶奶。你这么跟他聊合适吗？不合适吧？所以呢，我建议你想想，将来怎么跟孩子聊实话。为什么你单亲？想想这个。之前是和公公、老公住在一起，对吧？然后饭都是你在做，是吗？对，一直做。对。然后就到了碗也你洗。是的，偶尔他也会做，但是少次数。啊，好的。然后就是那一天爆发了。对。其实你该做的你也做到了，对不对？你知道你败在哪儿了吗？为什么这么多老师都不站你的队呢？败在哪儿了？我现在都感觉我出力不讨好。哎，你出力了，没有讨好，就如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吧？对。但那刀子嘴它也是不是刀子？它是不是也会伤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重要。有的时候问题它不大的时候，你却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个问题大了，不仅没有解决，还变大了。你让他断绝了跟自己亲生的父母关系之后，你能得到什么？有人帮你照看孩子了吗？没有。有人给你更多钱了吗？没有。你会把生活弄得一团糟，发现你既没有得到，你反而失去，对吗？对。你老公是爱你的，同时沙大老师说的非常好，你老公是缺爱的，你老公是不想和你离婚的，但你可真别逼他离呀。咱别做那个没有智慧的事儿，因为其实实际上你付出了很多，只不过场上没有说出来。如果你没有付出这么多，你老公怎么可能在你提出了这么无理的要求之后还不跟你离婚，对不对？对，也没有说你，对不对？公公也不是说没有帮你，婆婆有没有帮你？有，那不被你赶走了吗？人家为什么不来？他伺候不周到。对，人家为什么不来？不敢跟你在相处，又有矛盾吗？大盘鸡，你就不能多做点吗？你做的肯定少。他老是气我，他老是说看在孩子面上说我。这回骂对人了，这回骂对人了。你跟他说你为什么气我？你什么事儿气我？哪件事儿做的不对，是说的不好，做的不对，你跟他说呀。你让他去断绝自己父母关系，干嘛呀？有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谢谢曲总。那接下来的时间，您二位坐那儿休息一会儿，然后也想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好不好？我们跟第二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来，有请。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24岁，来自河北，销售；张女士，24岁，来自河北，收银。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他有暴力倾向，一言不合就动手，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我那是打你吗？能不能别再胡说了？我推你一下就叫打吗？你一个200斤的人，经不住我推一下吗？装什么柔弱？我本来挺想娶她的，但她现在这样，我真不敢想象结婚以后我的日子会有多惨。得了吧，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娶我的诚意，想要耗着等我妥协，没门儿。这么厉害呢，姑娘，看着你就是整个人的外形和刚才那个声音，我就怎么都对不上。我觉得那不是这姑娘。我也觉得他说那男人也不是这个男人，这能一推就倒吗？你推一下试试。一个是男生说女生有暴力倾向，然后女生觉得男生根本不想娶我，谁先说呀？我感觉他欺骗了我。哎，他怎么骗你了？骗我感情啊！骗你感情？怎么骗你的？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挺好的，后面越来越暴力，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谁打你了？那一次我们就是在家，我刚跟朋友喝完酒，刚躺床上，我刚睡着，咣当一脚给我踹床底下去了，直接。是那么回事吗？老师，就是我来给讲一下怎么回事啊？好，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他去跟朋友去喝酒了，喝到第二天早起5点了，哇，这多过分！你说这，那我早上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也醒了，因为我胃疼嘛，是吧？我说醒了，我说，哎，你陪我去吃个早饭吧，是吧？因为你也刚回来，也没怎么着呢。他倒好，说我不去，我就躺炕上，我都睡觉。我能不生气吗？不是那会儿我刚回去，我迷迷糊糊的。开始他没说他胃疼，就是说让我们去陪他吃早餐。
我说我迷迷糊糊没陪他一块儿去。后来我看他那样嘛，我给我气的这火啊，我就自己去了。哎，但是我一出去啊，当时大冬天的早上5点多，那跟大晚上有啥区别？没区别是吧？那我心里就开始哭腾了。我就怕我吃个饭去，你万一我再出点啥事，我一个小姑娘家的。后来我看啊，手机没给我打电话，消息也没给我发一个。哎，这给我火气的我太生气了，我也顾不上我胃疼了。我上楼，我上去我就踹他了，我真的觉得他俩挺般配。你看刚才小姑娘啪啪2下，声儿还挺大。你要换个这个小身板拍2下，受不了，就拍倒了。哎呀，您的意思天生就被他打。你刚才就那个行为是经常这样吗？也不经常，那这不小打小闹一下吗？确实是也是有点事儿，待的可能时间长一点。那你做饭那回呢？你为什么不做饭？答应好我的事。不是，你还好意思提那一次？各位老师啊，那一次，人家直接给我动刀了。我那会儿我沙发上我坐着玩手机呢，我感觉我眼前有一团黑影过来了，我抬头一看，好家伙，还披头散发的，拿起水果刀朝我冲过来了。当时我想跑来着，我咕噔一下，我一下跪那儿了。干啥呢？不是丢人现眼在这儿。不是，当时我真的我不想这样，我想跑来着，我跑不动了，2腿一软，我先跪那儿吧，我赶紧。这是一种本能。是这样，老师，我也得为我自己辩解一下。那天正好也是周末，然后中午我也挺困了，我说我睡个觉，你把饭做好，我们晚上吃完饭早的时候我们去溜达溜达，去逛逛商场，逛逛衣服，是吧？人家答应的好好的了。我说行，那我就放心睡觉去了。我一觉醒来5点多，小6点了，我一看，我说这咋没人叫我呢？我说这不饿呀，这是。后来我就搁屋喊他，我喊他好几声，没人搭理我，就搁窗户那儿，我就摸着我这么看他一眼。胖们干啥呢？有脸说吗？在那看短视频，那女的在那就这么跳舞了就。对我多生气啊！而且因为这个女生这个博主啊，我们之前还就是吵过架。这个女的是我们同城的一个小网红吧，也算是吧，粉丝量也不多。她给人家点关注、评论、点赞、发私信，更过分的是直播还刷礼物。就是说完了，我那会儿我一直不看了就。那天那天他那应该是看到我的时候。我正好刷到了啊，没事，看了就看了呀，这有啥解释的呀？即便是看的不对，也不至于你持刀啊。没有，老师。你有没有拿刀？有没有拿刀？就这么一大点小刀，我也没想在这，就吓唬他嘛，气得我那劲上来了。你平时是不是就特别容易起急，不给他面子？真是啊，那次我们就是去看电影嘛，那会儿确实我起来有点晚了，我着急过来。好家伙，人家当那么多人在那个电影院门口上来就打我一巴掌，然后又踹我一脚，那么多人。你说我不该打你吗？我们当时呢是周末，我们约好了去看电影，是吧？然后那会儿呢，我是在我自己家，然后我就早的我就收拾好打扮化妆，是吧？我美瞳还带了个日抛的。人家好，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人家等了1个多小时了，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联系不上人。因为那电影我们也已经期待很久了，就一直想去看。那我知道我确实那个起来晚了嘛，我一直开车赶路呢。我说一边赶路，我也没法拿手机，也没法回消息，也没法看消息。我说赶紧先过去吧。人家正常约会，人家不就是早的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吗？是吧？为啥打游戏通宵来着？一口气睡到了下午，多过分！那你一点面子不给我？那回我们就是几个朋友一块约好去爬山嘛。这可倒好，我们爬到一半，非让我背着人家，就是咱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呀？背我怎么了？老师，我们当时是我们几对小情侣，我们一起去约好去爬山去玩嘛，是吧？他倒好，哭的往前跑，他朋友还知道等对象，他就不等我，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他不光不等我，还让他朋友说走啊，别管他们了，还这样。那我一看你精力这么大，你是吧？哎，我说你背我，你背我就不行吗？当时就不乐意。那你说人家女朋友90来斤，那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140多斤，说什么呢？谁140斤？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他其实就是对我不这么好哈，而且他还跟异性搞暧昧。哎呦，不是哪搞暧昧了？怎么我就暧昧了就？
你怎么没搞暧昧？上次我跟着他就是去聚会嘛，是吧？我又在他旁边坐着，他旁边有个女生，哎，就这么着，离他这么近，穿个短袖儿，他们还人家就说，哎，你这么着，你帮我去拿下那个怎么着，就离这么近，我还在旁边坐着呢，就跟那女的整那一出。后来我跟他说，是吧？我说你看这女的这么近，我说你远点是吧？我心里不得劲儿。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再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在一块聚会是不？那个坐在一个桌上，也知道在我旁边呢，肯定不能有什么过分的事。再说就是普通朋友嘛，搁我耳朵边咋说的？又是什么绿茶呀，又是什么白莲花呀？你说我们有做啥了呀？干什么了呀？是吗？好，下次以后你的身边不要做女生，做男生就行。还有啥？不是，他还说我呢。他有一次我们就是在沙发上坐着，不是看手机呢吗？我就扭头一看，好家伙，人家正给那个小男生净发消息呢，净分享那个视频呢。那我在旁边就不知道让我看，你直接你分享，你干啥呢？那养鱼的那是。我那是只给他一个人分享吗？我是正刷短视频嘛，是吧？因为特别搞笑的一个视频，我就随手发给，就是有很多人，你有男有女很正常，因为我也有发小呀，是吧？他倒好，看着我这么聊天，他就过来，啊，你干什么呢？谁呀这是？啊，给我戴绿帽子呢，给我养鱼呢是吧？多难听说这话。那我在旁边呢，你不让我看，你直接你分享，你跟那男生聊什么呢？你别给我说这个，你上回呢骗我，他去打麻将，好嘛，2小时了，联系不着人，我打电话发消息怎么着都联系不到，后来人给我回过来了，他说啊我没听到，我那个玩呢，我一听那音儿。哎，不对劲儿啊！哪是什么麻将馆呀？那分明就是唱歌呢。不是，那次是怎么着呢？我们原本去打麻将嘛，我那几个朋友，他们就是说那个想玩打着无聊了，然后就去唱首歌，对不对？原本我也想就是那个稍微玩一会儿，稍微待一会儿我就回家了。啊，后来因为我们是有那种小定位嘛，是吧？我看见在哪儿了，我就去了，去找他了。你说不是我那会儿还是那都是朋友，都是普通朋友，那个人也认识。你别管什么普通朋友不普通朋友，因为他几回了。上回我一去看，哎，那个女的，就是上回打麻将他旁边那女的，现在就拖着我不想跟我结婚，就是因为这女的呗。还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什么事儿咱们俩不能说吗？还直接上来跟我妈打电话了都。我就该给你妈打电话，让你妈看看她的好大儿是什么样的。说起来，提起我妈来有，你像上那次是去我们家第一次上门嘛，就是听着我爸妈的面，直接对我就是指手画脚的，让我去干这个，让我去干那个。我那是指手画脚吗？当时我是第一次去他家，我肯定也是想留个好印象，对吧？我拎着东西什么的我都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吃饭嘛。上菜的时候我也帮着端着，帮着上菜了。吃完饭之后。我是跟他说，我说你去刷个碗吧，你让你爸你妈歇一歇，因为俩人做那么一大桌子菜也挺不容易的。你咋不去刷呢？我为啥要去刷呀？我第一次去我还是客人呢。你像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老师，我现在想想我就很委屈，老师，其实真的我就真的很委屈。就是当时我们2个的恋爱纪念日，然后我们定的呢是第2天的时候去我们家去见我父母，对吧？然后。第2天早上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我怎么联系他都联系不上他。然后后来呢，人给我回过来了，说我在医院呢。当时我心咯噔一下，我说咋了？人家跟我说我跟朋友喝酒来着，我喝难受了，我进医院，半夜来的，挂的急诊。当时我能怎么办？我只能去跟我爸妈说，我说他今天来不了了。他说咋？我爸妈还说咋回事啊？来不了了是吧？我说急性肠胃炎犯了，昨天晚上我为了他去跟我父母撒谎还。你觉得这是他不想跟你结婚的理由之一？之2是什么？就是买房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家也一直就是在跟他说不要求1手房，2手房无所谓，你哪怕平米小点是吧？我说只要是我们家意思就是只要是有我们2个人的一个小窝窝就行了。他们家就一直不准备，从年初拖到年尾，说年尾，然后又从年尾说明年。那你说这不是拖着我，这是在干什么？那咱们就是说到这个房子上了。你说结婚的时候要这个5金，然后要这个彩礼啥的，是吧？这些咱们不说了就。你说哪有说结婚的这个时候要手机呢？上来我说跟我爸妈说。你先说房子咋回事？房子为啥没准备呢？你爸妈是答应了吗？是答应了，但是他这个情况。我现在没法，你在犹豫是吧？对，明白了。那不就是不想
这不对，人家说中了，不想了就是。你说要手机是咋回事呢？不是这么回事。老师，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谁家结婚，他不是说要5斤1钻，人家就肯定是可死了忘要大克水5斤。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我不要，我只是要小，就是克水无所谓，只要样子我喜欢就行。然后钻戒我也不要大克拉的，钻戒我就不要，或者说把钻戒换成个手机就行。对吧？我感觉很合理的要求。我们家有没有刻意说让你怎么着的？你要这个，那我是不是也得为你们考虑？我这好心我还不讨好呗？姑娘现在为他们省点钱是吧？对，我只是想这个意思。他却总是一直说，啊，手机什么事儿不能买？是，那咱们没见过这种的。姑娘，现在重点都不在这儿，重点在人家犹豫了。你这没听到话头吗？你还在那彩礼这个手机那个的，听到了，来吧，咱接着说诉求吧。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结婚以后孩子必须要一家一个姓儿，这个咱没见过是怎么着的？那我又不是倒插门过去的，非要一家一个姓儿。你俩还没结呢，结婚之后的事儿放到结婚之后再说。现在还没结，关键是现在这婚他不一定能结得成，姑娘。其实我就是感觉他没有之前那么爱我，他想拖着我耗着我，不想跟我结婚，想问问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我结婚，是不是要跟你结婚？好，男生的诉求是啥？我就是想着，就是他把这个脾气稍微改，稍微收一收，他怎么样改成什么样，你就决定要娶他。就不老动手，别拿刀了，是不？这也没什么事。没有经常性的吧？我刚开始我也不这样吧。我就是感觉不到你爱我了，你在乎我了，你知道吗？要是多给我一点爱，我还至于这样吗？你之前多细心，多温柔。这不是我感觉你欺骗我了吗？一开始你也挺好的。之前你也对我挺好的。行吧，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第一组来求助的牛先生和董女士，你们听完他俩的事儿有啥想法吗？我感觉女嘉宾吧，可能跟我的性格有点相似，就是说做啥事儿都很急。就是说，急需男方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老是想让他按照我的这个意思去做某件事儿。现在我感觉女方吧，还是要考虑好，这么一点鸡毛蒜皮，每天就是说看电影啊，他没去呀，怎么样，就是不信守承诺吧。将来就是还有说这个拿刀子呀，就是说推一下呀，他就受不了这种，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他都受不了。我感觉。等结完婚之后吧，再因为孩子，那肯定矛盾更多了。他再因为这再妥协，我觉得那时候就咋说来，就赔大发了。我感觉这个哥们儿应该还是爱你的。你想，你都对他那样了，又是拿刀的，又是刚才还打他来着，他都没急，你看是吧？你媳妇儿跟你吵过家伙吗？没有，你看看他不敢，要不人是两口子呢？你看看。好，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啊？来，于老师，女生刚才口口声声说她不想和您结婚，问题是她敢和您结婚吗？很显然，不是她不敢还手，和她不能还手，只是她舍不得还手。您想一想，男人是最要面子的动物。这个男人在你面前有尊严吗？在电影院门口，一个女生踹他一脚，可以视为撒娇，但是啪随手一个耳光，绝对暴力。你当然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但你顾及男友他的自尊和他的感受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他的犹豫是很正常，他真的要为今后考虑。恋爱都已经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了，婚姻走近以后呢，他真的会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的呀。有很多就是有不当行为失手造成的呀。您在家里，按您的脾气，一言不合顺手就打，您连拿刀都敢，你有什么不敢拿的呢？但是您想要达到的目的永远达不到，而且适得其反，最后把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打没了。所以真的改不改是您的事情，但关键
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不管是对他，哪怕是分手了，对今后的恋人，也不能使用暴力。我想问一下男生啊，当你的女朋友拿起那个哪怕是小水果刀，就是很激动地冲向你这件事情之后啊，你们为什么没有想过说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我干脆咱算了吧？或者说呢，其实你是受不了伤害的，是吧？你并没有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危，是吗？对，也是。女生刚才反复强调说，我发脾气，我这个暴力，我都是想用这种方式逼他更爱我一点。虽然这种方式让他很没有面子，但是姑娘，我跟你说，面子和自尊、尊严在他这儿不值钱，他不觉得这是什么，这不是他最在乎的东西。你用这种方式得不到他对你的喜欢，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对自尊、对面子、对付出爱、对温暖别人、对奉献这些相对褒义的情感，我觉得他都是相对冷漠的，他也激发不了你的温柔。你可能换一个男生，你像我们在场的3位男同志，对吧？很男人，很温暖，很包容，很有爱。你可能慢慢你那些防御机制或者你的暴力激惹的状态，慢慢的就化解，你慢慢就变温柔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温柔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一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调整自己，让自己成长；二，这个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你俩在一起只能激发对方更不好的那一面，不如咱就好合好散哈。走到尽头，缘分已尽，彼此祝福，找一个能让你温柔的，找一个能让你热情的，这不挺好的？如果男生今天说迎娶女生的条件和要求就是他能有所改变，那我觉得你彻底死了这个心吧，这改不了。而且他未来会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妈妈。就如果你们两个人未来结婚有孩子啊之类的，孩子会很受罪的。所以你要是已经在此时此刻发现了说这个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甭管说动手也好，然后突然的情绪发泄也好，然后去拿你当做这个情绪的撒气筒也好，等等，这些是你无法接受的，你就要赶快的很正式很明确的拒绝他。我也不拖你，我也不给你画大饼，我就清楚明白的告诉你，对不起，你的种种行为是我无法接受的，走就完了。你要是打着这个骑驴找马的这个心理说，哎，我先不分，我先拖着，等我碰到下一个合适的时候我再分，那就不厚道了。另外我想跟女生说的是啊，你以为你呜呜喳喳的在台上动2下手，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你就是一破纸老虎，还是破的。对，把自己整得跟个母老虎一样，其实就是一张纸老虎，谁离不开谁呀？谁恨嫁呀？谁现在天天幻想着未来2个人的日子呀？谁着急还看人家买不买房什么的呀？其实我感觉他要是真的接受不了我，是吧？你明确跟我说，那也无所谓。这就是我刚才嘱咐他的。对，所以待会儿啊，我感觉对，所以待会儿啊，男生啊，你要是选择说，不拖着人家的话，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清楚了，就别出来，你别再来个模棱两可啊！要继续处下去，那就是。甭管什么样，你什么样我都娶你，你什么样我都爱你。你要做不到就别吹牛。我先说啊，问一下小李，你今年多大岁数？我24。你24岁。然后呢，小张是这样啊，你那么想嫁给他吗？就是感觉2个人处了也挺长时间了，也都习惯了。你觉得一个24岁的小伙子打麻将，这算陋习吗？算。你觉得一个24岁的小伙子经常喝醉喝到凌晨5点，这算陋习吗？算。你想没想过，你身边这个24岁的小伙子年纪轻轻，身上一堆陋习，到了42岁他还怎么得了？你知道你身边这个男朋友身上有几个陋习，完全不应该是他这个岁数就有的，明白吗？明白。这是需要你选的，而不是什么花前月下。先跟你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怕你一会儿觉得心里伤心。他呀，最起码是不重视你。你们恋爱纪念日，你们2个说好第2天要去你家里见你爸爸妈妈，
他当天晚上跟别人酗酒，你才24岁啊，没事半夜3更喝酒喝通宵啊，你妈妈知道吗？你24岁，天天晚上咣当咣当咣当。妈妈知道也管不了。对。哦，你重视他吗？直说，你重视他吗？重视。你重视他，他都去过你们家了，说好了买房这事儿没回音了。你说好了第2天上门，第2天早上能忘了，是见他妈，你重视他吗？人家小姑娘让你背一下撒个娇都不肯，你还重视？一点也不重视。就是你重视他吗？所以都别那么一脸的苦大仇深，说离开了你我是多么的肉疼心疼，不至于的啊，不至于的，都刚24。好，你校正一下自己的陋习啊！我跟你说，不为别的，跟健康相关。姑娘朋友多吗？多。啊，你跟朋友之间也会这么表达吗？因为我的性格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朋友就是说什么话或者怎么的，就会是就这么打一下。你们互相也这么打鼓是吧？对，但也就是推搡，就是闹着玩嘛，也不会说是用多大力气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是你一贯的表达方式，表达情感的方式。你把跟朋友之间的这种有度的互相表达搬到了情侣之间，啊，美其名曰叫打情骂俏，对吧？打是亲，骂是爱，急了拿脚踹，对吧？当2个人感情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对方会怎么反应吗？对方真疼的时候，他不会喊疼；对方不疼的时候，哎呀，才做出很夸张的这种反应，你懂了吗？好，你告诉我，你对他真的是下了死手了吗？没有。你们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了，感情出现问题不是因为打来打去，而是你们之间相处。几位老师说的很好，你们相处出现了问题，你的女朋友因为她是一个通过这个动作肢体的表达，我知道她是敏感且脆弱的人，她很敏感，她很怕受伤，她也不知道怎么去搞定你，因为看着你块大，因为你筋打所以打你，她不是真的想伤害你，她就知道我这么做我伤害不到你，我跟我朋友也是这样，我不可能对你造成伤害的，但她错了，她不懂怎么去跟你沟通心上的一个交流，她很看重你们的关系，她生怕你对她有所怠慢，她会把你身上的很多的缺点甚至一些行为她会解读，有时候会过度，所以你不能拿着她的弱点也好特点也好你去做文章。如果你真的因为你们之间的相处你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得再见了，你明说，你别说他给你打走的，也可能有些事情他冒犯了你，也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收敛，这个尺度没有恰当，使得你好像感觉到不尊重了，咣叽，男人膝下有黄金，你跪下了，好像就把他一下抬到火上去烤，他没有这个意思，听懂没有？你不会被他一脚踹下去的，你这体格我踹你我都费劲。谢谢曲总，那咱们请回到门后。好，来，我们一起揭开结果啊！来，3、2、1，请开门。来吧，来吧，来。怎么想的呀？有啥感受要跟我们分享呢？真是，我觉得我伤害他太多了。其实他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挺努力的人，而且很勤奋的一个人。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就是有时候可能孩子带来的这个吵闹吧，让我心烦，我可能会在他身上发牢骚。哎，这不就这好啊？这不你让老公知道你心疼他，他反过来也会对你更好的。好了，来，接下来一起进入浪漫30秒，好好抱抱。好了，请亮灯吧。好了，谢谢你们，这边请。
好，谢谢老师。好，我们要看看我们第二组嘉宾啊，他们2个人到底怎么选择。3、2、1，请开门。可能不会出来，这应该不会出来了。我认为不会出来。哎，OK，出来了，出来了。哎，这要结婚呀？啥时候结呀？马上。你们就算结了婚不调整，这日子也过不了。2个人都要做出改变啊，这个很重要，否则你们即便走进婚姻，也长久不了。就一个马上，你自己想去吧，你细想。今年头过年肯定买上。你们不用跟我们承诺，我觉得你们只要自己相信你们许下的承诺就行，不要有一天后悔我当初许下的承诺。另外一个轻信承诺的人，也不要有一天后悔我当初为什么就信了你的鬼话，好吧？好了，不管怎么样，祝你们幸福，一起进入浪漫30秒。好，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这边请。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情感疗愈团老师们，我们下期再见。